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我是 Maggie。在开始这期 vlog 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我怀孕了。那我相信很多新手妈妈会跟我一样，在刚刚发现自己怀孕，并且是在异国他乡的时候，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小迷茫和疑惑，那就是接下来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在新西兰的孕检应该怎么做？要去哪里做呢？所以今天这支视频将会是我分享新西兰育儿的一个开始。那我会把我自己所经历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分享给有需要的新手妈妈们。好了，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录制视频的今天是我怀孕的第7周，当我在发现自己怀孕了之后，我就联系了我的家庭医生。一般情况下呢，家庭医生会让我们再测一次验孕试纸，如果结果是2条杠的话，就会给我们开一张验血单。但是由于当时我确认怀孕的时间还是在新西兰新冠疫情 lockdown level 4的情况下，我是没办法去到诊所跟医生面对面的交流的，所以我当时是给医生打了电话。当时我也跟医生沟通了自己做验孕试纸持续了几天，每天的一个是什么情况。那医生根据我所提供的信息确定我大概率是怀孕了，那所以呢他就给我开了一张转诊单。在得到家庭医生的转诊单之后呢，我们可以在 Google Map 上去搜索 blood testing， 来选择一家自己比较方便的验血的地方。在基督城的妈妈们呢，可以搜索 Canterbury SCL， 在基督城的很多区都有，只要选择自己方便的一家就可以了。找好了验血的地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带着验血单去验血啦。如果没有特殊的要求的话，护士会直接把我们的验血结果发送到我们的家庭医生那边。当然，我们也可以提前跟护士说明，我们想得到一份 email 格式的验血单，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知道验血结果了。一般是需要等待2到3天才能收到验血结果的，真的是远远比不上国内的速度。我觉得这个时间还是会有一点久了，因为作为新手妈妈，还是想第一时间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怀孕了。其实呢，我一开始也有忘记了，当时我们在注册家庭医生的时候，我们也有注册一个在线的网站，叫 ConnectMed。在这个网站上呢，我们不仅可以预约家庭医生，也可以去查询我们做过的相关的测试、相关的验血情况，包括疫苗记录等等，非常的方便。当然，最后我也是在这个网站上得知了自己的验血情况。一般第一次验血呢，会得到这么几个验血的结果，包含了血型、基本血项、HCG 和 HIV 等等。当然，这其中的一部分血项是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做的。在开转诊单之前，家庭医生也会询问我们的意见。除了验血之外呢，还有2个测试是需要自己采取样本去做的。这个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情况来选择是不是要做这个测试。在新西兰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朋友都会了解，在新西兰看家庭医生每次是要交几十块钱的门诊费的。但是如果你怀孕了，这一切的费用都可以免掉，包括家庭医生的费用、验血的费用，还有疫苗的费用。做 B 超呢是会收取一部分费用的，但是据我了解，这个费用是远远低于普通人去做 B 超的这个费用的。等到血检确认我们怀孕了之后呢，我们的家庭医生就会告诉我们开始找助产士啦。这一点跟国内呢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同，在国内我们都是在公立或者私立医院定点的去做孕检。一直到最后的生产。那在新西兰呢，当我们确定自己怀孕了之后，首先呢，我们是需要找到一位来帮助自己从怀孕过程中的检查到最后生产的这样一位助产士。我们可以在 Find Your Midwife 这个网站上去看一些助产士他们的照片和简介，然后再结合身边朋友的推荐来选择一位自己比较满意的助产士。当然，在我们怀孕的过程中，助产士是可以随时更换的。大家在联系助产士的时候不要太着急，因为他们一般都比较忙。那有的时候我们给他打电话，可能他一时接不到，只能转到语音信箱，或者是我们给他们发短信，要等到2-3个小时甚至4-5个小时之后才能得到回复，这些都是非常的正常，大家不要太焦急。现在很多城市也有了会讲中文的助产士，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华人是非常的方便。那由于我的预产期是在圣诞节期间，这个假呢又是新西兰的一个大假，会有一部分的助产士选择在那个时候休假，所以在我选择助产士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小的局限。助产士跟我们之间呢是双向选择的关系，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助产士，那助产士也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去筛选他要接手的孕妈妈们，这些情况是非常正常的。比如说有一些助产士会比较倾向于
虑生2胎的妈妈。所以如果大家接到助产师的拒绝，不要太难过，只要再选一个合心意、有缘分的助产师就可以啦。在新西兰呢，只要我们的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助产师是一般推荐顺产的。当然，如果我们已知自己的身体情况，或者已经跟助产师聊过，能够提前决定我们需要剖腹产，或者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一些原因，在我们怀孕的整个过程中需要一些专科医生的介入，那我们就需要提前去预约这样一个专科医生。我们可以先联系助产士，询问他的意见，去选择他所推荐的专科医生。那也可以联系到自己比较满意的专科医生，再去选择跟他们合作的助产士。好啦，今天的内容就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和问题的话，欢迎在留言栏里给我留言。那我也会尽自己的所能把了解的分享给大家。当然，专业的知识还是要咨询专业的医生啦。欢迎大家点击关注，打开小铃铛，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期的精彩内容哦。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支视频，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拜拜。